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美股周一开盘之后出现一个新低，然后快速收回，最终它的跌幅只有0.22%。虽然如此呢，我们看到美股这轮行情是走出了一个完整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我们看到上周三出现了一个下跌过程当中的下影线，然后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反弹到11440均线附近之后，受到压力位的作用开始继续在33000点附近进行震荡。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2次插针见底，我认为后面行情容易出现一定的反弹，特别是在本轮行情当中，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就可以看到当前道琼斯工业指数处在33500点的这个位置非常关键。这个位置呢是周线级别11440均线所在的位置，也是一个支撑位。所以呢，在经历了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并且反复2次确认底部位置之后，我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存在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的可能性。那么这个位置出现新低之后，影响了比特币的行情。我们看到比特币在昨天冲出新高之后，新高位置在28600点，这个位置呢是在4小时级别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压力位得以突破。我们敲到 BI 的现货这里面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在28000美金构成了一个压力。同时呢，这个位置也是小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在28000美金，28000美金这个位置在昨天行情当中一度出现上攻突破的结构。但由于昨天晚间美股出现了一个新低，虽然有了反弹动作，但是比特币受此影响，在28000美金这个压力线附近开始了一定的回撤但是这里的回撤呢，我认为不构成反转就是多头趋势当中下跌方向的反转，这里面不构成。我仍然认为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多头的趋势的信号。原因是本轮行情是一个比特币月的行情，并且在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看到25000美金到32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是多头发力的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呢，我们看到空头方向上进行了1次、2次、3次的回补，回补完整之后回补完成之后，它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大开口收敛三角形呢，在10月1日的比特币月行情当中发动了突破行为，并且在突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站上了日线级别144均线、169均线那么昨天晚间的调整只是一个回踩动作，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看到了日线级别的悟空阳线，看到了8阶阳线，8阶阳线后面的 K 线呢，我们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但是昨天出现回踩之后，我们认为本轮 K 线的上涨过程当中依然处在8阶阳线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当前行情在日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走出8阶阳线，上方有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昨天的震荡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以太坊相对比特币重新回到了这样的结构当中。这个结构呢是日线级别的一个非常大的结构，源自于22年11月份至今经历了将近1年的震荡过程当中，它始终处在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当中，但是目前已经非常接近注意看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已经非常接近焦点，这个区域呢是发生变盘的区域。那么基于它是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那在变盘的区域当中发动突破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呢，我们每次看到以太坊快速上行的过程当中，会带动非常多的山寨币出现上涨。同时回到我们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下跌收敛三角形之后的
下方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矩形结构，昨天回踩了一个矩形结构的下边线的这个位置，所以呢，耐心等待以太坊修复$1650到$1750这样的一个区间，修复完成之后，我们会重新看到日线级别上它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组啊，目前处在一个八节阳线组、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组。那么突破的信号呢，是以突破$1800为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原因是我们看到啊，$1800是由1440均线和169均线构成啊，这里是用了黄色线和绿色线，同时呢也是前面行情当中形成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总而言之呢，以太坊处在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变盘区域当中，并且呢在它的底边线跌破之后，目前对于以太坊和很多山寨币来说，都处在一个比特币月当中的黄金坑的位置，所以呢，对于他们的多头空间是非常大的。只是因为昨天晚间美股出现一个新低，二次回踩之后出现新低，影响了很多主流币和山寨币。通过我们的实时的多空数据来看啊，只要是以太坊ETH 对标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了一个下跌动作，那么在4小时级别到小日线级别的多头就会非常少。那么今天早盘的时候，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的多头目前是归零了，是一个都没有。但是小日线级别和15分钟级别还有一些多头，这些多头币种包括我们熟悉的 EOS 也出现了一定的表现 ，DYDX 这个偏去中心化交易所的这些币种包括 BTS 出现了一个板块轮动这里的板块轮动呢，让我们清楚的知道在行情当中资金出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从我们前面行情当中给出的像 RUNE、BCH， 包括今天早盘非常强势的 BSV 流动到了像我们刚才说的 DYDX 流动到了这些偏弱势一些的币种当中，证明板块轮动正在进行。那么所以说呢，今天可以关注的重点也是BTS、DYDX、EOS 这种去中心化平台的平台币这些都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关注我们看一下 BTS。BTS 也是基本上在水面之下，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没有什么好的表现，并且它是一个非常老的币种，也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平台币这几个交易日表现还可以，但是它的成交量非常少，所以呢，还是建议关注相对主流一些的DYDX。毕竟呢，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底边线的这个位置它的底边线呢，在前面行情震荡过程当中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在$22之下是它的一个黄金坑的一个区域。那么目前它的50日均线和10日均线正在试图上穿144和169，并且上方压力是在$2.2到$2.3这样的一个区间。所以呢通过板块轮动，我们发现这些有一些领涨迹象的币种就可以进场，然后在设置止损分仓的情况下获得它趋势上的利润。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